10亩水淹地换1斗陈粮。这合约你今天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再等下去，你们全村明天就得饿死在这烂泥里。赵大善人，这洼地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根啊！下了整整1个月暴雨，水根本排不出去。你这价压的也太狠了，这是要活活逼死我们啊！逼你们！老子这是发善心。这地棚了臭水青，10年种不出庄稼，你们留着下崽吗？按手印。这手印不能按，这地1分也不卖。二狗，你刚才不是在后山摔破头晕过去了吗？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？没想到我堂堂现代龙龙眼水利专家，查占大坝时意外落水，竟穿越到大前皇朝这个同名书生身上。既然来了，就不能看着这群恶霸欺压百姓。李大伯，我没事，脑子现在很清醒。这契约是废纸，绝不能签。王二狗，你个连饭都吃不起的酸秀才，敢坏老子的好事！你不让他们卖地，难道你能把这满坑的污水喝干？外面的河道比这农田高出半丈，神仙来了也排不出去。我会让这满坑的水自己爬上土坡，流进高处的河道。这酸秀才这摔傻了，让水自往高处流。你要是能做到，老子今天把这车陈粮全送给你们。好，赵大富，我们就打这个赌。如果半个时辰内我排不干这洼地的水，我王二狗家那3亩祖传娘田白送给你。二狗，你疯了！那3亩地是你爹娘留给你最后的命根子啊，水怎么可能往高处流？你拿什么排呀？李大伯，你信我一回。如果我输了，我王二狗的命根子归他；如果我赢了，咱们全村保住土地，还能白赚1车救命粮，带20个成年放汉去后山砍最粗的毛竹。李大伯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有人白送我3亩地，你还不赶紧带人去砍竹子？老子今天就当花点时间看个乐子。好，左右都是死，不如赌一把。乡亲们，去砍竹子，帮二狗。二狗兄弟，竹子砍来了，竹节也都捅穿了，接下来干啥？把竹管套紧，缝隙全部用松枝密封，外面裹上黄泥，连成一条100丈长的长管，绝对不能漏一丝气。大家伙搭把手，快糊严实了！抬起来，竹管一头顺着将洼地水底用石头压死，另一头顺着土坡拉上去，扔进高处的废河道。大牛二愣，去河道那头的栓口，用死力气往外抽气。装神弄鬼，几根破竹子加2张嘴，就想让水爬坡？哼，我连地契合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出水了！老天爷啊！大牛他们把水吸出来了！等等，水还在往外喷！这怎么可能？洼地里的水顺着主管爬上土坡了。这水撞邪了吗？怎么会自己往高处涌？这叫大气压强与弧歇原理。只要管内没空气，外界水压自然会把水挤出管口，跨越土坡。赵大富，你的地契可以撕了，把你那车粮食留下，滚！赢了，地保住了，我们还有粮食吃了。二狗，你真的是活神仙下凡啊！算你狠，王二狗，你别得意。就算水排干了，这地也是一滩死泥，我看你拿什么种庄稼？这车破陈粮赏你们了，我们走着瞧。李大伯，让大牛他们停下，水不用排干，流到脚踝深。不排干？这地泡了整整1个月，全是烂泥巴，流着水还能干啥？旱田泡烂了，正好改水田。接下来，我要让这片死地变成清河县最肥沃的聚宝盆。改水田？可咱们这儿祖祖辈辈只种过旱黄豆，根本没人懂水稻，而且连一颗水稻种子都没有啊！没有水稻种子，我们就去找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我得先解决泥里的另一个东西，那才是我们第1桶金的来源。二狗，你说的这泥里的第1桶金，到底是啥？这烂泥里除了土，就只有些滑溜溜的泥虫了。这可不是泥虫，这是黄鳝和肥女丘。暴雨把上游山林里的腐叶全冲进了咱们这洼地，那是天然的极品饵料。你看看这黄鳝，足足有2指宽。二狗兄弟，你饿糊涂了吧？
这玩意儿土腥味重的能熏死人，吃一口满嘴泥沙。镇上酒楼的掌柜嫌它败坏锅气，连白送都不要，算哪门子金子？那是他们不懂处理。大牛，你带几个兄弟，把田里1把场以上的黄鳝全抓进木桶。李大伯，你去把村里剩下的粗盐都收集起来，再端2盆清水。抓倒是好抓，水浅了他们全露头了。可这真能换来钱？按我说的做，清水里滴2滴素油，让黄鳝把肚子里的脏泥全吐干净，再倒1把粗盐进去，使劲揉搓，把表面的粘液和土腥味彻底退掉。这样处理出来的鳝段，肉质紧实，鲜美无比。哎呦，二狗真神了！被粗盐这么一搓，那股子冲鼻的土腥味真没了一大半。庄童，跟我去镇上的粮市。我们不仅要换钱，还要换最关键的水稻种子。哟，这不是刚赢了我1车陈粮的王二狗吗？怎么跑我赵家粮铺来显摆啦？赵掌柜，打开门做生意，我来看看有没有抗稻的南方水稻种。有啊，不过全县的水稻种都被我包圆了。昨天是1两银子1斤，今天嘛2两银子1两。你个穷酸秀才买得起吗？2两银子1两，赵大富，你干脆抢金库算了。你这是诚心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！李老头，随你怎么说。王二狗，你就算排干了水又能怎样？你没我的地就是个废土窝，跪下来求我啊！也许我大发慈悲赏你几粒瘪谷子。你这套趁火打劫的把戏留着自己玩吧，你烂种子白给我都不要。大牛，挑上桶去官营驿站。二狗，去驿站干啥？那是朝廷给外地大客商歇脚的地方，不卖种子啊。本地没有，外地客商手里肯定有。大旱刚过，南方来运货的商队正愁没新鲜河鲜吃呢。这位南方的客商老爷，极品去骨无腥鳝段，肉质鲜美，要不要看看？北方这种小地方，能有什么好鳝鱼？若是带着土腥味，我可不付钱。您先看货，这是我用独家秘法粗盐退液处理过的，下锅一煸，绝无半分腥气。不瞒您说，我不要钱，只想换您车上10斤上好的南方抗稻水稻种。这鳝段处理的竟如此干净，粘液退得一点不剩，有点本事。不过10斤好种换这1桶黄鳝，你这算盘打得太精了吧？当然不止这些，加上这个大前初年的名家端砚，我祖传的物件，换您10斤水稻种，您绝对稳赚不赔。好品相的端砚，成交！哈哈，你这书生是个痛快人，这袋高产水稻种归你了。换到了，二狗，我们真的有种子了，咱们这下真的能种水田了。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，立刻回村，马上准备育秧。二狗啊，种子是有了，可这节气不对呀。现在刚下完暴雨，夜里温度低得出奇，这种子撒进烂泥里，怕是要冻死一半，根本发不出芽儿啊！直接撒地里当然会冻死。李大伯，把村里所有的空木盆和破棉被都搬到我院子里来，我们要建温室。温室？那是个啥稀罕玩意儿？就是人为控制温度，把种子先在温水里泡1天，吸饱水分。然后在木盆底部铺上1层麦秸秆，把种子均匀铺在上面，最后用破棉被捂严实了。捂得这么严实，种子不闷死也得发霉吧？不会，稻种发芽需要高温高湿，每天早晚烧2锅手摸着不烫的温水，均匀地淋在棉被上，保持棉被湿湿和热气，这叫温水催芽法。用温水天天浇破棉被，就能长出秧苗？这以前听都没听过啊！3天，最多3天，只要温度控制得当，10斤种子能齐刷刷地爆出雪白的嫩芽，这速度比种在烂泥里快上10倍。
要是真能3天发芽，那就是老天保佑咱们全村了。李大伯，发芽只是第一步，等秧苗下田才是最危险的时候。烂泥里的虫子和杂草会跟秧苗抢养分。那咋办？水田泥深，下脚除草比登天还难啊！所以，大牛抓黄鳝的时候，我让他顺便从江边网了一批成年大草鱼回来。等秧苗插下去，就把草鱼全倒进水田里。二狗，你疯了！把饿极了的活鱼倒进水田里，他们还不把辛辛苦种的秧苗全给啃光了？就是二狗，那草鱼的嘴多厉害，1、2天的功夫就能把一片水草啃得精光。秧苗那么嫩，他们一口一个，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李大伯、大牛，你们别急，我既然让你们放，肯定是有讲究的，这叫盗鱼搭伙过日子。搭伙过日子？鱼不吃稻子，难道还帮着咱们干活不成？哎，你还真说对了，草鱼是吃草，但它们更爱吃软乎乎的嫩水草和泥里的虫子。咱们不是等秧苗刚种下就放鱼，而是等秧苗长到1尺高，杆子变硬了才放。那时候的秧苗叶子糙，鱼根本不爱吃。原来是这样，等秧苗长结实了再放鱼，鱼就只能吃那些刚冒头的嫩杂草了。对喽，水田泥深，咱们下地拔草多费劲。现在有了这些活体除草机，草刚冒头就被鱼吃光了。不仅如此，鱼在田里游来游去，能把死水搅活，让水稻透气。鱼拉的粪便更是上好的天然肥料。哈哈哈，咱们连挑大粪的力气都省了。哈哈哈哈！二狗兄弟，你这脑子真神了，不费人拔草，不费人施肥，还能白捡1田的大肥鱼，这简直是神仙法子呀！现在说神仙法子还太早，这3天，大家分成2波。李大伯，你带人日夜照看温室里的稻种，务必保持棉被湿润。大牛，你带人去后山洼地，把田埂加高加宽，必须拍打结实，绝不能漏水。听二狗的，咱们有盼头了！二狗，快来看，发芽了，真的发芽了！火候刚刚好，李大伯，立刻分发下去，叫上全村老少爷们儿，趁着这几天地气暖和，把秧苗全都插进水团里。大牛，把你往来的几千条大草鱼也顺着进水口倒进去。好嘞，下水田喽！二狗哥，你这法子真是绝了！秧苗刚扎稳根，这些大草鱼就在田里游开了，专门去啃那些跟秧苗抢养分的嫩杂草，连拉出来的鱼粪都化进了泥里。这破洼地真成了一块风水宝地啊！邪门了，那烂泥地居然真被王二狗种出庄稼，养出活鱼了，这还得了？赶紧回去禀报老爷！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王二狗不知用了什么神仙妖法，那水田里的秧苗全活了，他还往田里放了几千条大肥鱼。要是真让他混到秋天丰收，咱们不但拿不到地，反倒要赔进去那车陈粮啊！什么？烂泥窝里能种出南方水稻，还能养鱼？这小畜生是要翻天啊！老爷，您别急，要不今晚月黑风高，小的带几个手脚一密的弟兄摸过去，把他的秧苗全给连根拔了。蠢货！王二狗现在鬼精鬼精的，肯定有防备。你带人去拔苗，万一被抓住送官，你是想害死我吗？是，老爷教训的是。那咱们怎么整死他？哼哼，种水稻最怕什么？怕没水。那洼地虽然现在有水，但全靠上游那条小溪吊着命。只要我从源头掐断水流，那洼地就会重新变成干裂的死地，连它的鱼也得变成臭鱼干。老爷高明，可是那小溪是公用水源，咱们怎么掐断？公用水源？上游那片坡地是我赵家的私产，我在自家地界上修个土坝蓄水，谁管得着？立刻带齐人手，连夜让王二狗眼睁睁看着他的秧苗旱死在田下。二狗哥，不好了，进水口没水了！没水了？怎么回事？最近虽然没下雨，但上游的溪流绝不会无缘无故断流。我刚去上游看了，是赵大富那个杀千刀的畜生
在他们家的地界上筑了一道2人高的土坝，把溪水全给截住了。这可怎么办？烈日当头，水田里的水不出3天就会被晒干，秧苗会枯死，鱼也会翻肚皮的。咱们拿着锄头去跟他拼了，把那个土坝扒了！站住！谁都不准去！二狗哥，人家都骑到咱们脖子上了，咱们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庄稼死绝吗？去扒坝就是私闯民宅，损坏私有财物。赵大夫正愁找不到借口送你们去见官府大牢呢，绝不能动手打人，绝不能碰红线。难道就这么看着？这可是全村人的命啊！他截得住地面上的小溪，截不住地下的水。大牛，带上铁锹和木料，跟我去挖井造大风车。我要借风抽水，让他那破水坝变成摆设。二狗哥，这深井咱们连夜打出水了，可这水在地下2丈深，用木桶一桶一桶往上提，累死咱们也供不起这一大片水田啊！是啊，二狗，咱们这几十个汉子，肩膀都磨破了，这抽水的速度根本赶不上太阳晒干的速度，这可咋办？谁说要靠人力水被提水了？大牛，我让你找木匠做的东西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二狗兄弟。按照你画的图纸，主管缠在木轴上，顶端装8面大3拜。可这稀奇古怪的东西真能抽水？这叫借风大龙。待会儿搭把手，把木轴竖进深井里，底座卡死，上面的后部帆迎着风口张开。1、2、3，起！竖是竖起来了，哎呦，风一吹，上面的大布帆带着木轴转起来了，转得跟磨盘一样快。快看，井底的水顺着那盘旋的主管爬上来了，越爬越高，出水了，哗啦啦的全流进水田里了。老天爷啊！不用牛拉，不用人挑，风一吹，水就自己跑上来了。这水流的比10个壮汉提水还要快啊！这就叫借老天爷的力气干咱们的活儿。风一吹，布帆转，带着管子转，水就像走楼梯一样，在管子里一圈一圈绕上来了。赵大富能把地上的小溪拿土坝截住，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本事拿手捂住天上的风，堵住地下的泉口。二狗，你这脑子到底装了多少神仙主意？你不仅保住了秧苗，还解放了全村人的肩膀啊！你说什么？风自己把水抽上来了？王二狗是妖怪变的不成？我花银子雇人修的节水坝，就这么成了个摆设？老爷，真不怪小的无能，是那王二狗造的东西太邪门了。那个大布帆呼呼一转，地下的泉水就像白碱的一样灌进水田，那水稻长得更疯了，连田里的草鱼都肥了一大圈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借了高利贷，囤新粮，囤陈粮。要是让王二狗这批丰收市，我这几万石陈粮全得烂在手里发毛，我得倾家荡产。老爷，节水既然不成，咱们干脆下毒。小的去弄一筐死老鼠，半夜全扔进他的深井和水田里，鱼得死光，水稻也得惹上瘟病。好，就这么干。今晚3更你亲自去扔死老鼠，手脚麻利点儿，别留下把柄。快，把这筐死老鼠全倒进井里，到晚咱们赶紧溜。等你们很久了，大牛，取火把！抓贼呀！不好，中计了！快跑！不用追，把他们围死，谁也不许动手打人。大牛，用麻绳把他们捆结实了，把他们手里装死老鼠的竹筐护住，这是铁证。二狗兄弟，这种烂心肠的畜生，不打断他们的腿，咱们怎么咽得下这口气？打他们脏了手，还得去大牢蹲着，不划算。咱们拿着死老鼠，直接去县衙击鼓鸣冤，让县太爷按大钱律例收拾他。我要让赵大富大出血。威武！威武！
堂下何人击鼓？有何冤情，速速报来。草民王二狗状告粮商赵大富，一告他在上游私筑土坝，恶意断了乡亲们的种田水；二告他指使家丁往村里水井扔死老鼠，蓄意破坏干净水，企图害全村人染瘟疫。岂有此理！来人，传赵大夫。草民叩见县令大人。大人明鉴，草民在自家地界堆点土，合情合理。至于扔死老鼠，纯属这几个家丁眼红王二狗私自干的，跟草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家丁私自干的。陈大人，草民昨晚已经派人去镇上的药铺问过了，药铺掌柜证实，就是赵大富的贴身管家花高价买了一大堆死老鼠。这里有药铺掌柜签字画押的供词。青天大老爷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要不是二狗防着，这满村的老少爷们喝了温水可就都没命了。大胆赵大富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敢抵赖？本官生平最恨你这种为了一己私利，连百姓性命都不顾的奸商！来人！大人，草民知罪，草民一时鬼迷心窍啊！按大前律例，蓄意破坏干净水源，意图散播瘟病者，重罚。判赵大富赔偿清水村白银1000两，作为打井补偿。立刻派人拆除上游所有私筑土坝，退庭。1000两，我的现钱全买了陈粮，这可是要了我的老命啊！王二狗，你够狠！赵大富，这只是个利息，真正的现世报在秋收的时候等着你呢。二狗哥，不好了！镇上的粮铺，还有河边的漕运船老大，全都不收咱们的粮了。是啊，二龙，咱们这几十亩水田大丰收，打了上万斤的新鲜水稻。可我刚才去镇上问了一圈，那些掌柜的就像见了鬼一样，连门都不让咱们进啊！这明显是有人在背后做局，把全县的收粮渠道全给堵了。大牛，打听清楚是谁干的了吗？还能有谁？是赵大富那个畜生！上次他在公堂上赔了1000两银子后，转头就跑去了郡城。听说他找郡城最大的钱氏商行借了5000两高利贷，买通了全县的米商和船老大，就是不准收咱们1粒米。王二狗，李老头，看着满地的金黄粮食，是不是心里很慌啊？你以为截住粮铺，我们就会把粮食烂在地里吗？烂在地里，那多可惜呀！王二狗，我承认你会种地，但这世道会种地算个屁！老子现在有郡城千百万钱老撑夜腰，这清河县运粮的路全被我用银子砸死了。你们这上万斤粮食，要么烂掉，要么按5文钱1斗的跳楼价贱卖给我。王二狗是吧？我们钱氏商行拔根汗毛都比你的腰粗。赵掌柜现在是我们钱家的人，乖乖把粮食交出来，钱老爷还能赏你们一口饭吃。否则，你们连一根稻草都运不出这清河县。5文钱1斗，连买种子的本钱都不够，你们这是要喝我们的血呀！二兄弟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！退下，谁都不准动手，动手咱们就理亏了。这就对了嘛，王二狗，认清现实。你就算会借天上的风，地下的水，你还能借老百姓的嘴，把这上万斤粮食全吃光不成？赵大富，你花5000两高利贷就为了堵我的路，你难道不懂一个最简单的买卖规矩吗？什么规矩？只要东西足够好，根本不需要去找客商，客商自己会踏破门槛。大牛，李大伯，把镇口那片空地清理出来，支起大棚，咱们搞平价直销大集，10文钱1斗新米，30文1斤大草鱼，直接卖给老百姓。笑话，青城县的老百姓手里能有几个铜板？他们买得完你这几万斤粮食？你撑死了卖出个零头。王二狗兄弟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！这不是春天那个跟咱们换水稻种子的南方大客乡吗？二狗兄弟，你春天换给我的那种无腥味黄鳝，我在南方卖疯了。我这次特意拉了整个车队来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你还有没有别的鲜货？有多少我收多少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大客商，你看看这田里，全是用清水和泥虫喂出来的大草鱼，
足足有几千条，还有这刚打下来的抗涝新米，颗粒饱满，我全包给你，现款现货。极品，全是极品，这鱼肥的都快流油了。我出双倍价钱，连鱼带米，这10几车我全包了，立刻装车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是哪里冒出来的南蛮子？这清河县的粮食，没有我赵大富点头，谁也不准拉走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老子是持有朝廷通关文牒的皇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拦朝廷的商队？来人，谁敢拦路，直接拿文牒送他去见官。皇上，完了！姓赵的，你不是说王二狗的粮食绝对卖不出去吗？现在他现钱全收了，你那一仓库发霉的陈粮连狗都不吃。我们钱老爷借你的5000两高利贷，加上2000两利息，你今天必须还清。不用他还了，拿他的全部家产抵债。县令大人，您怎么又来了？整城钱氏商行已经拿着欠条把你告到了县衙，你借贷逾期，且查实你花钱恶意堵塞漕运，扰乱商市。本官今日依法查封你名下所有粮铺、宅院和田产。来人，贴封茬上枷锁！疯了，全疯了！我算计了一辈子，最后居然败在自己借的高利贷上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王二狗，我不该堵你的活路啊！我这是作茧自缚啊！王二狗，我输得心服口服，我对不起乡亲们，我给你们鞠躬赔罪了。做买卖绝不能丧了底线，带走吧。王二狗，好手段！你踩着赵大富发了财，但你也砸了我们钱氏商行的盘子。你这破村子，我看明年开出拿什么种地？咱们走着瞧。休得放肆！清水村王二狗，听好！你改旱为水，造风车抽水，创稻鱼共生，不仅救了全村，更引来皇商繁荣本县。本官已将你的功绩上报朝廷，皇上特赐金字牌匾1块，封你为大国农工。二狗，你出息了！咱们清水村彻底翻身了。李大伯，把赵大富被查封的荒地全盘下来，咱们成立清河大农庄。至于那个什么钱氏商商，他若敢来找茬，我王二狗就用大干的规矩教他什么叫真正的种田。二狗，咱们这清河大农庄今年开春算是彻底铺开摊子了。你盘下了赵大富的荒地，加上村民入股的田，现在足足有3000亩连片的水田。放眼整个大钱王朝，也没几个这么大排场的。排场是大了，可麻烦也来了。二狗哥，地太多，你里的底肥根本不够用啊。秧苗要是吃不饱，秋天收成得掉一半。这有什么好愁的？大牛，我10天前不是让你带足了现钱，去周边3个县城收购大份农家草木灰和腐豆饼吗？算算日子，这几千车农家肥今天也该运到了。二狗哥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我带人跑断了腿，周边的县城村落连1车大粪都收不到啊！收不到？怎么可能？咱们出的是市价的1.5倍。往年那些掏粪客恨不得把叶香桶直接挑到咱们家门头，今年怎么有钱都不赚了？我找熟人打听了，是郡城的钱氏商行在捣鬼。那个钱百万放出话来，以双倍的价钱把方圆百里所有的叶香、草木灰和枯叶全包圆了。谁要是敢卖给咱们清河大农庄1车肥，打断他的腿！这不是大国农工王二狗吗？怎么3000亩大水田，现在连1泡粪都求不到了？又是你们！去年秋天坑了赵大富不够，今年又来找我们麻烦，你们钱氏商行还要不要脸了？脸，在商言商。我们钱老爷说了，大钱的规矩，买卖自由，我们愿意出双倍高价囤大粪。县太爷也管不着啊。王二狗，你不是挺能耐吗？你不是会借天上的风吗？
你怎么不让老天爷下几场大粪雨来肥你的田啊？你们这是恶意垄断！田里没肥，秧苗长不起来，你们这是在造孽呀！二狗兄弟，咱们不能就这么干等着，咱们去找陈善兴告他。告不赢的。他们虽然心黑，但高价买肥是正常商业行为，大千律定不了他们的罪，打官司只会白白耽误农时。听听，还是王神仙是个明白人。我今天来是给你们指条明路的，乖乖把这3000亩大农庄一半的契约无偿转让给我们钱氏商行，再给钱老爷磕3个响头。钱老爷一高兴，指不定赏你们几百车夜香。想要咱们的命根子，除非从我大牛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回去告诉钱百万，他愿意花金子买大粪，那就让他自己留着吃吧。我清河农庄一车都不会要他的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王二狗，我看你这3000亩田，到时候结不出半粒谷子，你怎么跟全县的老百姓交代？咱们走着瞧。二狗啊，你刚才话说的硬气，可咱们这肥料的亏空怎么补啊？再有半个月就要插秧了，没肥就等于绝收啊！李大伯，传统的大粪和草木灰虽然能用，但肥力太低，而且味道大，容易招虫。既然钱百万帮咱们把这些劣质肥料清空了，咱们正好用上更高级的天然复合培。天然腐培，那是个啥金贵东西？大牛，配番，去山上雇人，把那些没人要的腐烂入叶、树皮还有黑泥巴大量挖下来。李大伯，去镇上屠宰场，把他们不要的猪毛、碎骨头、臭内脏全部低价拉回来，再找个石灰窑买一车便宜的生石灰粉。二狗兄弟，你没发烧吧？烂叶子和猪下水也就算了，那石灰碰水可是能把人烫起泡的，把这玩意儿撒田里，秧苗还不直接烧死啊？不是直接撒田里，这叫高温发酵堆肥。咱们把烂叶子、猪下水这些容易烂的东西堆在一起，撒上石灰粉，加上水，石灰遇水发高热，能把那堆东西里头藏着的虫卵和病根全烧了。把虫卵烧了，那这肥力温度一高，烂叶子和猪下水就会加速烂透，把里头的油水和养分全释放出来。最多7天，这堆臭东西就会一条顶传统大粪10车的肥力。那我这就带人上山挖泥，去镇上拉猪下水。去吧，钱百万想用肥料为难我们，我就让他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算盘落空。二狗哥，屠宰场不要的这堆烂内脏和臭猪毛，味道比茅坑还通天。这要是全堆在村后的空地上，风一吹，咱们全村连饭都咽不下去了。是啊，二龙，咱们拉了上百车烂树叶和黑泥巴，加上这几十大车星跳下水，堆得像座小山似的。这玩意儿真能变成你说的肥料？大牛，戴上布口罩，忍一忍。大家听好了，别瞎堆。一层黑泥烂叶，铺一层薄薄的臭下水，再撒一层石灰粉，就像摊大饼一样，一层叠一层，堆成3尺高的长条形方阵。好嘞，听二狗兄弟的，铺泥撒石灰。大牛，带几个人挑井水来，均匀的浇在这土堆上，记住要浇透，但不能让水流得满地都是。哎呦，二狗哥，这石灰先一碰到水，土堆里面开始冒白烟了，嘶嘶的直响，像是有开水在里面煮一样。这就对了，生石灰遇水就会发高烧，这堆土里面现在热的能煮熟鸡蛋，这股子邪火不仅能把烂内脏里的脏东西和虫卵全烧死，还能逼着它们快速腐烂变成养分，这就叫高温发酵。这么烧着，咱们就干看着？不能干看着。大牛，每天早晚带人拿铁锹把土堆翻腾一遍，让外面的翻到里头，里头的翻到外面，都通通风。肥发的快不快，全靠这口活气。7天，只要7天，这臭土山就会变成金疙瘩。
老爷，大喜事！小人亲自去清水村后山查探了，那王二狗根本没招了。他正带着村里的泥腿子，在后山把烂树叶和屠宰场的臭猪大肠堆在一块浇水呢。哼，堆烂树叶和猪下水，他这是穷疯了。想拿这些不要钱的烂菜叶子去肥那3000亩水田？可不是嘛！小人趴在山坡上看得真真切切，他们就是把泥巴、烂叶子和下水一层一层叠起来，浇上水捂着。老爷，这猪下水要是烂在地里，多多少少确实能肥地呀。咱们花了1万多两白银买空了大婶，要是真让他用这破烂玩意儿把秧苗伺候活了，咱们岂不是白忙活了？哼，他王二狗能堆，我钱百万就不能堆吗？这烂树叶和猪大肠满大街都是，连个本钱都不用。管家，你立刻带人去城外的荒地，把全郡城屠宰场的下水全给我拉过去，照猫画户，给我堆成一座大山。老爷高见啊，咱们这叫移花接木。等咱们也饿出了肥，反手高价卖给周边那些买不到大粪的农户，不仅能把那1万两白银的本钱赚回来，还能让王二狗气得干瞪眼。哈哈哈哈哈！跟我斗！老子不仅要断了他的活路，还要把他想出来的点子变成我钱家的聚宝盆！快去办！火候到了，大牛，拿铁锹挖开最核心的土层，看看成色。老天爷啊，全黑了！前几天那些恶心的烂内脏、碎猪毛全都不见了，烂叶子也化成了黑渣，跟泥巴彻彻底底融在了一起，捏在手里软绵绵、油乎乎的，直冒黑油。成了，这就是最高级的天然复合底肥，这里面的地力是一般大粪的10倍不止。大牛，立刻装车，按每亩地200斤的量，全面下田打底，咱们的3000亩秧苗能吃顿饱饭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么臭？混账东西！你不是说王二狗就是把烂叶子和死猪肉堆在一块浇水吗？为什么咱们堆了7天，这堆烂肉不仅没变成黑土，反而臭得连3里外都能闻见？你看看那一层层白花花蠕动的东西是什么？这猪下水在太阳底下一捂，全生了绿头苍蝇和烂蛆了，那肉都化成暖水了，这哪是肥料，这简直是毒物啊！钱百万，你这狗胆包天的奸商，给我滚出来！县令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县老爷，你看看钱百万干的好事，他在城郊堆了一座内脏山。这几日南风一刮，整个郡城都是一股子死老鼠的臭味儿。我们街坊四邻连窗户都不敢开，饭都吃不下呀！钱百万，你为了自己一己私利，在此地堆积污秽之物，恶臭熏天，招惹蝇虫，危害全城百姓的安宁，你该当何罪？大人冤枉啊！草民这是在学那清水村的王二狗沤肥呀！谁知道他王二狗使了什么妖法，他堆就不臭，草民一堆就成了这副模样。哼，还敢狡辩？人家王二狗用生石灰借地火杀邪菌，沤出的肥料清香扑鼻，那是有真才实学的手段。你连人家撒了石灰粉都没看明白，就敢堆烂肉，你这叫画虎类犬，东施效颦。本官限你2日之内，雇人将这堆污秽之物全部运往深山掩埋，并罚银3000两，用于安抚受害街坊。若有违抗，大牢伺候。草民认罚，草民这就雇人清理。大人息怒啊！我的银子呀！1万两买大粉的钱烂在手里，如今又被罚了3000两。王二狗，你不仅破了我的局，还让我钱家成了全城的笑状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老爷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这肥料咱们虽然栽了，但在田里，咱们还有后手。小人打听到，今年初夏大旱反常，南方已经闹起了飞蛾和大蝗虫，马上就会顺风飞到咱们大前北方来。飞蛾和蝗虫，天助我也！
王二狗那3000亩大农庄绿油油的，就是虫子最好的活靶子。正是，老爷，咱们这就派人去所有药铺，把能杀虫的石黄、砒霜、生芩全部高价垄断买空，1钱都不准留到清河县去，这叫釜底抽薪，断其后路。好，立刻去办。王二狗，肥料你可以自己握，但这驱虫的毒药你可造不出来。等漫天飞虫把你的3000亩水稻啃个精光的时候，我看你还拿什么手段来翻身？二狗哥，你快看南边天上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像一堵黑墙一样压过来了，那是飞虫，铺天盖地的飞蛾和大蝗虫啊！老天爷啊，咱们这3000亩水稻刚刚抽穗儿，这漫天的饿死鬼要是扑下来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咱们的心血就得被啃成光杆啊！咱们全村人明年吃什么呀？二狗兄弟，咱们完了！我刚拼了老命赶去镇上，想买点驱虫的石黄和生漆熏一晕熏，结果跑遍了全镇，药铺掌柜说1钱毒药都没了，全被郡城的前世商行花重金买空了。王二狗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叫天罗地网，插翅难逃。我们钱老爷早就把方圆500里所有能杀虫的毒药全包圆了，连一捧石灰都没给你们留。又是你们这群断子绝孙的狗凡蛋，在肥料上做手脚不成，现在又来断咱们的生路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大牛，退下！我教过你多少次，动手打人那是莽夫所为。哎呦，大国农工真是知书达理啊，可惜了，懂王法也救不了你的庄稼。王二狗，你就算有通天的本事沤出回标，你还能凭空变出毒药来毒虫子吗？今天我就站在这儿，眼睁睁看着你们这3000亩心血被蝗虫啃得连渣都不剩。钱管家，回去替我谢谢钱百万。如果不是他把毒药买光了，我还真怕村里有些人沉不住气，偷偷往田里撒药呢。二狗，你这话是啥意思？没药，咱们拿什么杀虫？李大伯，咱们这水田里不仅有稻子，还有好几万条大鲫鱼呢。你们要是把砒霜、石黄撒进去，虫子是死了，那水田里的鱼不也全得翻屁股？毒药渗进泥里，连底下抽出来的活水都得变成死水，那才是真正的绝户计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现在漫天的飞虫马上就落下来了，不用药，难道咱们几十个汉子去田里一只一只用手抓吗？那累死也抓不完几千万只虫子啊！抓虫子当然不用人去抓，对付这帮飞虫根本不需要什么毒药，万物相生相克，我早就给他们备好了天生克星。大牛，去后山那个我前2个月就让人封起来的大竹棚，把门给我全部拉开。后山那个整天嘎嘎乱叫的大竹棚，好，我这就去拉门。老天爷啊，那是什么东西跑出来了？像一片白花花的云彩在地上滚。鸭子，全是鸭子，大个头的麻鸭。二狗哥，这得有多少只啊？整整10万只成年大麻鸭。从春天咱们水田刚插秧的时候，我就让人从南方水乡用极低的价格收购了鸭苗，在后山围起来养。现在他们正好派上大用场。鸭子，二狗兄弟，大难临头了，你赶出10万只鸭子来干啥？给大家加餐压惊吗？吃什么肉？这是咱们的杀虫大军。你们想啊，这鸭子天生最爱吃什么？就是飞蛾、蝗虫这种活蹦乱跳的活物，它们一天能吃掉200-300只虫子，胃口大得很。而且鸭子眼神极好，找虫子比人准多了。它们脚底板有宽大的鸭蹼，踩在水田里不仅不会压断咱们抽穗的稻杆，还能帮着松土。我彻底明白了，咱们不用毒药，用这10万张鸭嘴去吃虫子，一只吃300只，10万只一天就能吃下几千万只虫子，这是一物降一物啊！不可能，
简直是一派胡言！畜生怎么会听人的话去吃虫子？这全是你胡编乱造的障眼术！听不听话，试试就知道了。这10万只鸭子，我特意让人饿了它们整整1天1夜，现在眼珠子都是绿的。大牛，敲铜锣，指挥咱们的10万大军下水田，迎战蝗虫！鸭兵鸭将们，下田吃肉去喽！真乃神仙手段！蝗虫刚一落到水稻叶子上，鸭子脖子一伸，一口就给吞了。这哪是天降虫灾呀？这简直是老天爷给咱们鸭子送免费口粮来了！你又救了咱们清河农庄一命啊！疯了！王二狗真是个深不可测的怪物，不用1钱毒药，居然用鸭子把虫灾给破了！钱老爷花大价钱囤的毒药，全砸手里了！我得赶紧回去禀报老爷。田管家，回去清清楚楚地告诉钱百万，这10万只鸭子敞开肚皮吃满月的蝗虫，1个月后就能肥得流油。到时候我会带着这批吃高蛋白长大的极品大肥鸭去郡城，亲自去拜访他的商会。这笔账，咱们很快就会算个明明白白。二狗哥，你快去后山看看吧。那10万只大麻鸭天天吃蚂蚱和谷仓，现在肥得走路都打晃，少说也有5、6斤重。可是咱们这么多鸭子，每天光吃料都是个金山，啥时候能卖出去啊？卖活鸭，大牛，你先别做梦了，咱们这10万只活鸭，一只也卖不出去。李大伯，咋回事啊？咱们这麻鸭吃的是膏状的虫子，肉质紧实，郡城的酒楼应该抢着要的。还不是那个天杀的钱百万！我今天挑着几只鸭子去郡城探口风，跑遍了全城72家大大小小的酒楼和肉铺。你们猜怎么着？那些掌柜的全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连门都不让我进。凭什么？咱们的鸭子又肥又壮，价钱还公道，他们凭什么不收？他们私底下跟我说，钱百万仗着自己是郡城商会的老大，给所有的酒楼发了死命令，谁要是敢收咱们清水村1只活鸭，以后就别想从钱氏商上进1粒米1滴油。他这是要彻底封死咱们的销路，把咱们逼上绝路啊！老天爷啊，10万只活鸭呀！要是卖不出去，每天光吃谷糠饲料都能把咱们农庄吃垮呀！这可咋办？哈哈哈哈！李老头说的对，我们钱老爷就是要把你们逼上绝路。王二狗，你不是挺能耐吗？你就算有10万只神兵吃光了蝗虫又怎样？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，这郡城里哪怕是一只拔了毛的生鸭子，你也休想卖出半个铜板。姓钱的，你别欺人太甚，真把咱们逼急了，大不了我们自己挑着担子，挨家挨户去街上散卖给老百姓。散卖？笑话！老百姓手里能有几个闲钱吃肉？10万只鸭子，你们卖到猴年马月去，就算大热天的鸭子没饿死，也得把你们自己累死。王二狗，乖乖跪下来，把农庄的地契交出来。钱老爷一高兴，指不定赏你们几口饭吃。钱管家，回去告诉钱百万，他真把自己当大钱的土皇帝了。既然生鸭子没人敢收，那咱们就卖熟的。二狗兄弟，咱们就算在村里支起100口大铁锅，全用水煮熟了，挑到城里去卖，那大热天的，走在半道上就馊了呀！谁说要用水煮了？哼，我要让这10万只大麻鸭变成郡城里达官贵人和富商老饕抢着送钱的稀罕物。大牛，你带人挑1000只最肥的鸭子，宰杀拔毛洗净。李大伯，你去木材行花大价钱订购上好的苹果木和枣木，越干越好。果木，二狗，那果木烧火不旺，还死贵的，咱们买它干啥？这叫果木挂炉烤鸭。钱百万不是要卡咱们的销路吗？今天我就让他见识见识，什么叫以石击卵、摧枯拉狗的神仙手段。开烤鸭铺，王二狗，就凭你们这几个泥腿子烤出来的黑炭鸭子，谁会来买？
郡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今天谁也不会踏进你这铺子半步。大牛，别搭理那乱吠的疯狗。吉时已到，开炉！好嘞，二狗哥，开炉喽！你们这是什么古怪炉子？没有大铁锅，直接把鸭子挂在半空明火烤。而且那鸭子怎么圆鼓鼓的，像吹了气一样，红亮红亮的。算你长了眼睛。大牛，告诉他，咱们这鸭子为什么圆？这是咱们二狗哥教的绝活。这鸭子杀完洗净后，拿根细竹管顺着脖子往里使劲吹气，让鸭皮和鸭肉彻底鼓起来分开，这叫皮肉分离。再刷上一层熬好的麦芽糖水，挂在炉子里一烤，那鸭皮就能酥脆的像薄冰一样。哎呦喂，掌柜的，你这铺子里飘出来的是什么神仙气味？又带着诱人的肉香，又带着一股子果木的清甜香味，简直要把人的魂儿都给勾走了。这位老哥识货，普通的柴火烤出来有烟火臭味，咱们用的是上好的苹果木和枣木，明火烤制，木头里的果香全熏进了鸭肉里。大牛，片鸭子，请街坊们免费尝咱们的清河烤鸭。绝了，真绝了！这鸭皮一咬嘎嘣脆，像在嘴里炸开一样。鸭肉软烂流油，配上这甜甜的酱和黄瓜条，一点都不觉得腻。我活了30年，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。掌柜的，这烤鸭怎么卖？给我来2只，我带回去给我老娘尝尝鲜儿。新店开张，1只烤鸭配2笼荷叶饼，只收1两银子，每天只卖500只，先到先得。给我来1只。别急，我出2两银子，给我拿2只，别跟我抢！你说什么？咱们钱氏酒楼这半个月的进账，连给伙计开工资都不够！老爷真没客了呀！王二狗那个果木烤鸭的香味儿，把全郡城的人都勾走了，连县太爷商会的那几个大老板，天天派家丁去排队抢着买。咱们酒楼里的高价鱼大鱼大肉全在厨房里放到发臭了。他不卖生鸭卖烤鸭，不仅破了我的封锁，还抢光了我酒楼的生意，岂有此理！老爷，不能再让他这么卖下去了。咱们之前买大份买毒药行的现银已经不多了，要是酒楼再倒闭，咱们就得破产了。小人有一条毒计，保准让他的烤鸭铺明天就关门大吉。什么毒计？快说！他王二狗的鸭子烤得再香，那也是吃了蝗虫飞蛾长大的。咱们花钱雇几个地痞无赖，吃了他的烤鸭后，在大街上装死，就造谣说他的鸭子吃了蚊虫，肉里带着剧毒。到时候老百姓一恐慌，看谁还敢吃他一口肉。好，就这么办！我要让全城的人都以为他卖的是毒瘟鸭。王二狗，我看你这次怎么翻身！刚出炉的果木烤鸭，排好队！别挤，别挤，1人限买1只。二狗哥，这生意简直绝了！这还没到正午呢，500只鸭子就卖的只剩个底儿了。照这个卖法，咱们那10万只鸭子不用2个月就能全变成金疙瘩。切得仔细些，荷叶饼和甜莲酱给客人们装足。做买卖，口碑最重要。哎呦喂，疼死我了！救命啊！这烤鸭有毒啊！有毒，肠子断了！这鸭肉里有剧毒啊！哎呀，大家快看，出人命了！我就说这清河烤鸭不能吃吧，你们还真当这是什么人间美味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掌柜的，你这鸭子里到底放了什么？诸位街坊，你们都被王二狗骗了！他这10万只鸭子是上个月吃蝗虫和飞蛾长大的，那铺天盖地的飞虫是什么？那是老天爷降下的蚊虫啊！虫子肚子里全带着毒水，这鸭子吃了毒虫，肉里早浸满了剧毒的阴气，谁吃谁死啊！吃蚊
昆虫长大的。天哪，这不是害人吗？退钱，把这黑心铺子给砸了！胡说八道！咱们村的人天天吃这鸭肉，壮的能打死老虎，哪来的问题？姓钱的，你敢在这儿搬弄是非，我今天非跟你说道说道！大牛，把刀放下！你要动了手，这毒瘟鸭的罪名，咱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二狗哥，你看这孙把咱们欺负成什么样了？他这是要毁了咱们的心血呀！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既然他说咱们的鸭子有毒，那咱们就当街验毒。李大伯，拿我的大国农工名帖，立刻去请陈县令和济世堂的张老太医，快去！装，接着装。人都倒在这儿吐白沫了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收场。王二狗，有人告你售卖毒鸭，当街害人性命，你作何解释？草民冤枉，这鸭肉绝无半点毒素，这几个满地打滚的泼皮，分明是受人指使，装病讹诈。恳请张老太医当众验毒，以正视听。老夫这就来验。来人，取一只刚出炉的烤鸭，再取一只后院活着的生鸭来。诸位乡亲看仔细了，银针光亮如新，未见丝毫发黑之象。老夫行医50年，拿这块招牌担保，此鸭肉干干净净，绝对无毒。银针验不出，不代表没毒。那飞虫的毒气可是藏在骨头里的。诸位乡亲，咱们讲个最浅显的道理。你们以为蚂蚱和蛾子是灾虫，但在鸭子眼里，那就是1等1的肥肉。我问问大伙儿，咱们家养的大黄狗，嚼碎了骨头吞下去能消化，咱们人能行吗？肯定不行啊！狗肚子里的水厉害着呢。这位大哥说的对极了，鸭子肚子里也有一股极其厉害的化食水，管你是虫子的硬壳还是翅膀，一进肚子，全给它化成了长肉的油水，这就叫一物降一物。有道理啊！大公鸡还吃毒蜈蚣呢，鸡肉不也没毒吗？再打个比方，江里的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水底烂泥里的臭虫，最后咱们把大鱼捞上来炖了，难道大鱼肚子里还有烂泥的臭味吗？我的鸭子吃的是活蹦乱跳的肉虫，长的是结结实实的肥肉，它不仅没毒，反而比那些天天吃糙糠的鸭子更香更大补。妙哉！王小哥这番一物降一物的说法，话糙理不糙。禽类本就是飞虫的克星，吃虫长大的家纯气血最是高盛，这在医理上叫介化化精，是滋补的上品。站住！来人，把那几个倒在地上的泼煤给本官架起来！大胆刁民！刚才张太医已经给你们号过脉了，你们脉象平稳，只是胃里翻腾。说，你们吐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大人饶命啊！草民没中毒，草民是喝了大量的皂角水，一打嗝就往外冒白沫子。是谁指使你们在大街上装病造谣的？是前世商行的管家，他给了我们1人10两银子，让我们吃了烤鸭就倒地装死，说是只要把毒鸭的名声传出去，王二狗的铺子就得关门。你们血口喷人！对，好啊！原来是千百名干干的在背后使坏，见不得人家生意好，差点让我们错过了这么好的肥鸭子。人证物证俱在，前世管家造谣生事，诬陷良善，扰乱郡城市幸。来人，重则30大板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王二狗，你的鸭子干干净净，本官为你做主，可在城中自由买卖。二狗哥，咱们赢了，鸭子喜庆元轩了。把刚才退来的好鸭全部切了，免费分给街坊们压惊。钱百万连这咱的招数使出来了，说明他的商行已经到了强弩之末。这最后一战，该咱们去收网了。诸位街坊，咱们清河烤鸭清清白白，太医亲自验过，越吃越补。今日最后300只，
再不抢可就没了。给我来2只。刚才差点被那几个泼了给骗了，连县太爷都说好吃的肥鸭子，我必须得给老娘带回去尝尝。二狗哥，你这招当街验毒真是绝了，不仅洗清了咱们的冤屈，这生意比之前还要火爆10倍，这队伍都排到城门口去了。这叫因祸得福。钱百万原本想用谣言毁了咱们，没成想反倒替咱们清河烤鸭在全城打了个震天响的活广告。李大伯，村里的活鸭还有多少？二狗，除了这几天卖掉的，鸭棚里还有足足8万多只肥麻鸭。按现在每天1000只的速度，咱们这几个月不仅不愁销路，光这烤鸭的进账就能把整个清河县买下来了。不够快，等赚够了这几天的现钱，我要去办一件大事。我要让这8万只鸭子变成压死钱百万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你说什么？这10天来，咱们酒楼的进账，连给伙计开工资都不够。老爷，真没客了呀！王二狗那个果木烤鸭，自从洗清了毒名，现在成了郡城最金贵的美食。全城的老饕和商贾天天派家丁去他那儿排队。咱们酒楼花高价进的那些山珍海味，全在厨房里放到发臭生去了。他一个种地的泥腿子，不仅破了我的买卖封锁，还抢光了我酒楼的生意。管家呢？把他给我叫来，我要让他去把王二狗的铺子一把火烧了。老爷，您气糊涂了。管家几天前当街造谣，被县太爷打了30大板，现在还在大牢里关着呢。老爷，现在不是管王二狗的时候了，咱们商行的天要塌了。天塌了？什么天塌了？我钱氏商行家大业大，几10年的底子，难道还怕几个月没生意？老爷，您怎么忘了呀？咱们春天为了断他的底肥，花双倍高价买空了方圆100里的大粪，后来照猫画虎，沤肥不成，在城外堆出了一座曲山，不仅折了本，还被县太爷狠狠罚了3000两银子。前阵子为了等蝗虫毒死他的庄稼，又花几万两重金买空了全城的砒霜毒药，全砸在库房里。咱们商行的流动现银早已经被彻底抽干了。现银抽干了？那咱们商会在外头借的那些周转货款，不用找了，钱百万，我亲自上门来要了。会长大人，您怎么带人来了？那几万两的货款，您再宽限我半个月，半个月后我一定如数奉还。宽限半个月？钱百万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你那些下三滥的手段，现在全郡城谁不知道？你高价买的毒药和大粉，全是一文不值的废物。你的酒楼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你拿什么还？我还有酒楼，还有宅院，还有城外的庄子。钱百万，本官今日接到商会几10家商铺的联名状告，你借款逾期不还，数额巨大。按大钱律例，本官今日正式查封你名下所有的酒楼、商铺、田产和宅店，用以抵债。来人，贴封牌！不，你们不能这么干！这是我攒了半辈子的家业呀，不能封啊！把他给我赶出去！这酒楼现在姓商会了。钱老板，别来无恙啊！怎么今天有闲情逸致来尝我尝这毒瘟鸭？王二狗，不，王老爷，王神仙，我输了，我彻彻底底的输了。钱百万，你不是说要眼睁睁看着我这10万只鸭子烂在手里，断了我们清水村的生路吗？怎么，现在你自己的路断了？是我瞎了狗眼，是我利欲熏心，都是我太蠢。我如今资金断裂，家产全被商会查封，马上就要流落街头了。我求求你大发慈悲，按市价盘下我那几间空酒楼，留作小买命的饭吃吧。呸！你这老毒物也有今天，你想得美！咱们就是把银子扔进河里打水漂，也不会赏给你这老畜生。
大牛，退下。酒楼我会走正规衙门文书，按市价盘下来。做买卖和做人一样，想靠着歪门邪道去掐别人的脖子，去断别人的活路，最后这把邪火烧的只会是自己。你走吧，大干的商界以后再也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。哈哈哈哈！王老爷说得好，火候到了，自然水到渠成。诸位掌柜，你们今天算是见识到什么叫真正的商道了吧？从今往后，咱们郡城商会为王老爷马首是瞻。王二狗，本官就知道你绝不会让朝廷失望。陈大人，几位商会的会肘，今天怎么都有空齐聚我这小铺子了？你这可不是小铺子了，二狗。自打去年秋天皇上封你为大国农工，朝廷就一直关注着你这羌河农庄。如今你用10万押军凭空化解蝗灾，又在这郡城里立下了清明公道的商规。皇上特拔户部库银10万两，恩准将你这清河农庄升折为大钱天下第一示范黄庄。天下第一黄庄，老天爷呀！咱们清水村这回不仅有了大国农工的牌子，连咱们种的地都成了朝廷的钦定黄庄了。不仅如此，王老爷千百万留下的所有商道铺面，商会今日全部完成移交契约。从今天起，您不仅是朝廷的黄庄大掌柜，更是咱们方圆300里13县的商会大龙头。二狗哥，你听见了吗？商会大龙头还有黄庄，咱们的3000亩水稻今天也开镰收割了，金黄的谷穗沉的都快触了地，这才是连城之富，富甲天下。乡亲们，万里鹏程，这才只是个开头。明年，我要把咱们清河黄庄的温室育苗、大龙风车和木鸦治虫之法传遍大前万水千山。我要让全天下所有耕地种田的百姓，世世代代腰杆硬实，仓林饱满，跟着二狗哥，翘首把田